现在是我一个人情况下在加速。大家好，又是 Eder，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啦。9个月后的今天，终于 Proton X90在我频道上面又出现了。对的，之前是它的发布会没有错，一直没有机会借车，他们要做媒体测试啊那些啊。到最后是我问他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借车来过年？对的，没有错，我从年34晚驾到现在年初9了。那这辆车是准备年初10还的，前后应该借用了大概10天左右吧。这辆车拿来过年是非常好用的。尤其是年初2到年初4啊，我带了家人上云顶住3天2夜嘛。虽然我们只是5个人，可是这辆车因为它是 6 seater 16个座位啊，对，没有错，它是 flagship 的 model， 所以它是可以做2+2+2，刚刚好我的家庭啦。所以上山 1.5 turbo 有没有力呢？其实是不错的嘞，不会至于让你觉得整辆车去不了，它是可以的。只是你不要把它想象它是一个 performance car， 它毕竟还是一个 6 seater car。至于其他方面，等一下我们试驾的时候再说，我们会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我们会把它开上云顶的啊。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还是那句话啦，希望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那话不多说，我们去看车 ，Let's go。发布 Proton X90的时间距离到现在有9个月时间了，它从123千起到152千左右，它总共有4个等级。在我身前面，当然这个是最顶配的 flagship model， 它的中间那排座位是2个独立式的。这个车的钥匙是非常好看的，解锁的时候啊，还有一种迎宾灯哈，给你们看一下，因为趁现在阳光不是很亮的时候啊，你看。它的这个方向灯的话，其实它是有那种流水线的啦。除了有无钥匙进入之外，它其实是有一种感应器。当我靠近这辆车，它会开始亮灯，甚至再靠近一点，它是解锁啦，很方便的哈。你的钥匙根本是不用拔出来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是 LED signal 灯啊，后面它。后面是没有那种迎宾灯。离开这辆车远了之后，我再靠近这辆车，我没有拿钥匙按哦，我的手是在这里哦啊，你看它的灯开始亮了。你看，我一靠近它就会解锁了，是不是很方便呢？然后我一离开这辆车了之后，它就会锁上了，这个很方便。某个情况，有时候我只是经过车旁边的话，我不想要解锁啊，可是你就解锁，那我就站在车尾箱这边站一个大概5秒钟的时间，你看到吗 ？signal 闪了3下、4下、5下啊。它就会开了这个后尾箱了。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种脚踢式的，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不想开后尾箱，我只是可能站在后面跟人家聊天这样子，它还是会自动打开的哦。如果你不喜欢的话，还是可以透过主机里面去关闭这个功能。打开这个后尾箱的方式其实有几种，一个就是透过这个钥匙里面长按打开关闭都是可以。第二种就是其实有一个 touchpad 在这边哦，你会看到一个 sticker， 它躲在这边后面 camera 的隔壁。第三个就是在车内也是有一个按钮的，所以很方便打开关闭也是可以透过里面的按钮来按哈 ，OK， 按99 ，OK， 就这么简单。过年的时候就3个行李箱嘛，那就1、2、3 20寸的左右就放到刚刚好。而其余的话呢，那些手提的哈，还是要放在车内了的啦。那这辆车后面2个座椅其实是可以透过这个拉杆一拉。它其实是躺平的状态哈，是平的，所以你放任何东西都很方便。前提你要躺完的话呢，前面2张座椅要像我这样推的往前面一点点，不然的话它是不让你可以完全躺平的状态的。上面还有冷气出风口，这里呢就有一些工具啊。它的备胎其实在车底下的哈。来，我们去看一下后座，可是它就没有 Quick Release 啊，那种比较方便的按钮，让我可以很好的发挥哈。
退后一点。模拟一下正常的人的座位哈，所以前提就是前面的人不要吝啬，让我后面可以坐的比较舒服一点。所以你看我的脚是暂时是没有碰到的，可以伸直。这边就是有 USB 插槽，这里还可以放一个手机置杯架，所以左右都有哈。其实它这张椅子是蛮大张，成人是可以坐，头部空间剩下大概3根手指，还特地做一个凹槽在上面。来到中间的这个座位，调到最后了，大概是下1个拳头3根手指，头部空间剩下1个拳头多，没有什么压迫感啊，看来很大的。后面其实是有冷气出风口的，每一个人都有独立式的啊。每一次我发现到上下车哦，过后它会关掉的，你必须要上车再重按 on， 不然就是前面的主机驾驶员就是要自动自发的。还有座椅的冷气通风，前面2张座椅都有通风没有错，但是很少见到后面的2张座椅的都有。然后还有这种手扶，可以调整上下，你要任何的角度。这里还有一个灯 ，LED 的手把。这辆车没有太多花俏了，气氛灯就只有一个白灯在旁边这边，晚上的时候看得到。它的竞争对手还是 Chery Tiggo A Pro， 就是我之前试驾过的哈，价位大概160千左右哈，可以直接来对一下哈。高度为大概1个拳头2根手指的高度啊。As you know SUV 就是这么高了的嘛。后悬挂的设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毛低令。如果是国内来说呢，它买高配才是毛低令多连杆，如果是低配的话是多圣 beam 扭力梁。这辆车的轮胎是用着 Continental 的 Eco Contact 6的轮胎，前后的尺寸都一样，235/50R19，后面有刹车卡钳，大概这么大哈。车重为1743公斤，大概接近1.8吨的车，刹车要做的相当不错一下的，要不然怎么刹得住这辆车嘞？前面的1个拳头1根手指。那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 Single Board 的刹车卡钳啊，可是这辆车脚感不错嘞，前段它给的蛮敏感，一踩下去的力道是不错了哈。但是我们家 SUV 还是不会贴到人家太紧，虽然这辆车就是不断所谓的 EMS， 它有一个小电箱啦，48V 的 battery， 我们称为叫做猫 Hybrid， 很小一个 Hybrid， 省不省油呢？等一下我告诉你啊，每一张座椅哈，我发现到都有这种好像蝴蝶式的，非常舒服啊。这个头枕发泡棉的硬软呢，都少许的偏硬。Tiggo A Pro 来讲真的是很软哦，它好像以前的日本车这样很软啊，这种还是比较有偏欧系的感觉，支撑性是不错。驾驶员的调节方式前后上下椅背支撑那些都是在这边调，左边右边都是有电动调节的手把，很漂亮。如果你们注意看这个饰板哦，它其实是很好看的，有一点像之前 BMW 的那种 M Sport 的设计，很好看。摸上去是平的没有错，每一个门都有，我觉得是很方便的。每次上下车可以拉一下，这些都很跟 X70 差不多。这里就有一条气氛灯，我打着引擎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气氛灯是怎么样哈。Start。那这辆车因为是 mild hybrid 啊，它不像一般我们那种普通车一 start 就是嗡有那种 start 的声音，然后这辆车没有，它是靠着它 battery 来 start， 好像一通电就 start 了的。我调亮一点那个亮度给你们看，有亮灯的，然后这个亮灯的室内亮度调到高的时候呢，你的这个 meter 就很亮了的。那这个其实这个 meter 啊，现在因为我设置到那个时间哈，它是这时间会变白色啊，它的主题，所以你可以到 cockpit display， 然后你可以到Auto Day 或者是 Night 啊，晚上就是这种比较偏黑一点点的主题，然后你可以看到时不时这边会有流星一下，那边有流星一下。白天的话呢就变白色，时不时会有那种鸟在飞翔，至少一些小细节在给你们看到。我就放 Auto 啦，所以 Auto 的时间我是调在7点钟过后呢，它就马上就是变白色了的啦。这辆车的这个方向盘是可以调整哈，上下前后的。可是我希望它可以再厚多一点点，我的身高是173嘛，所以我做的收身板比较后面一点的，我是希望方向盘能够再厚一点点的话呢，我的手会比较方便。至于内饰呢，我之前有大概做一个 walk around review 给你们看啊，你们如果想念我的影片的话，可以看之前的影片。主机这有一个 button on off， 你可以开关啊，这里还有一个Hazard Light， 好在它就是有保留这一些冷气的控制，它是双区的恒温空调。这里2个插槽都是 USB 的，可是前面这里没有 Type C 哦，它的 Type C 要让我在后面这边插，对，它是让后面乘客用的没有错，但是我为了要 Type C 充电快嘛，从后面插了之后呢，引来我前面这边用啊。对的，很多人一定说，哎呀，的人那个不是有 wireless charging 吗？无线充电吗？你把你手机放这里就好了吗？啊，对，没有错。可是因为无线充电是很热啊，尤其是下午的时候，然后它又没有出风口给它，所以我就很少会用 wireless charging， 又慢，还是用电线会比较好。这辆车的排档杆啊，它很特别，就是新款现在 Proton S70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从 P 到 D 的话呢，你就要拉一下下来，它
它就是 N， 再拉第2下就会需要 D。那好在还有显示它这个档位显示哦，从 D1 到 D7，它有7速的双离合的湿式变速箱。你要去 R 的话呢，你就要往前面推2下，它就要去 R。然后如果你要去到 Parking， 按一下。那只要你系上安全带的情况下呢，它只要你踩一点油来解放，按到 P 了之后呢，它就会自动上锁哦。还有 Auto Hold 的功能，要系上安全带才能用。然后这个就是 Driving Mode， 转左就是 Eco， 转右去到就是 Comfort， 再转一个右就是 Sport 了。Parking Sensor， 还有一个 Auto Parking 啊，这个 Auto Parking 其实到现在我还没有试用过，等一下我试一下给你们看。那这里还有2个置备架，还有一个像 Mercedes-Benz 这样的开口，可是它里面没有出风口哦，让它这个手扶箱可以冷一下，它没有。这辆车还有一个全景天窗，玻璃是可以开到后面去的。Hi Proton, open sunroof. Got it. It's opening. 这里有一个 boss switch， 这个仪表要花多一点时间讲。如果你要调节一些东西的话呢，就是要按这个 button， 就分左右、上下来设置。首先看到第一个 setting 就是 EPS mode， 你可以调节你的方向盘的重量 ，Comfort、Normal 还是 Sport。正常驾驶的话，我还是觉得你放 Comfort 或者 Normal 就好了，所以你会觉得它很轻，大概一根手指都可以转得到，像 X70、X50 一样的操作。基本上我会放在它在 Link to Drive mode， 就是会根据你的驾驶模式来切换它的重量。我一拿车的时候啊，我很记得它是放 Medium 的 Volume 的。我可以给你们听一下 High 啊 ，Low。是不是很大分别嘞 ？Personalize 就是它的转速表，你可以切换一下。如果你想要切换这里的显示的话呢，这里有一个 Trip button， 按一下。我的 Trip 1就是今天驾驶的这个里数，还有它这个油耗，所以它是每一天都会 reset 的。你可以通过你的这个长按的 Trip button 来 reset。Trip B 就是我每次添满油之后呢，我就会 reset 一次。平均油耗为 10.3 km/L。是的，没有错，这辆车的油耗的确是蛮不错的。再按一次就会去到它的这个胎压显示器，然后再按一下就是去到 status 就会看到你的瞬间油耗，还有 energy recovery。Eco Drive 就是一个 E，Normal 就是这样 ，Sport 就是一个红色的哈，有自动头灯，还有自动的雨刷，可以调节它的那个敏感度。这个主机方面呢，有一些调节的，比如说 Wiper 后面的 Boot 的打开的高度也是可以调的。等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那个音响，这类喇叭就没有说有 Kenwood 还是什么的，可是就一般般啦。所以拿车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好听 ，Proton 的设置也不好听，所以我决定自己调了 Custom。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朋友们呢，跟着我这个 Custom 呢，大概是这样，你们可以截图一下。才比较有那种层次感啊，声音比较好听。当你开的越快，它的这个音响会越大声。你可以打开一个 Speed Sensitive Volume， 还有分 Low、Medium、High。这辆车的安全系统呢是蛮多的哈，它就会读一些路牌的显示啦比如说 Speed Limit 多少，这里有没有就是有维修公路它都会有显示，你知道吗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Rear Collision Warning 就是我不太喜欢，当有人比较贴近我们的屁股的时候呢，它就会闪一下那个 signal 灯，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把它关掉了。Lane Changing Assist 可以开关这边哈，然后还有 Cruise Control Function， 一个叫 ACC， 还有一个 ICC， 所以你这里可以选择你要用哪一个。ICC 还会在低速的时候，当它没有 Lane Keep Assist 在操作的时候它就会跟着前面的车的这个方向盘的摆动调冷气，就是这样。然后如果你要打开座椅通风的话呢，前面2张椅子，后面2张椅子都可以打开。这里有一个储物空间，还有一个 Power Outlet， 这里是调节室内的亮度，包括那个车头灯的高度。打开后尾箱，长按打开，再长按就是关闭了啦。打开一下引擎盖，也是有电动调节，只是少了一个电动腰靠。发现到一点这里有一个凹进去的空位，是不是蛮好用哈？放你的手机。如果是 Fold 4的话就不同讲法了，可能是这样了，这样了。现在很多那些来自国内的车的设计其实大同小异，你抄我，我抄你。我其实蛮欣赏这辆车的设计，元素是来自于自己的，我觉得很有自己的这种性格，他不用去抄一下人家，利用他们的这种设计语言哈。见仁见智啦，有些人觉得不喜欢这边，可是我觉得 OK 啦，不会至于丑啦，我就觉得蛮特别的哈。打开手扶箱的方式就是按这Service Book， 这个往后镜是无边框的还带了一个套。那这里有一个 USB 插口，可是你买 Flagship Model 会送不断的。大致上就是这样啦。其实这辆车的引擎是蛮干净一下的不会很潮这么大辆车 D segment SUV 这么你不给我一个油压定杆
哎呦，站在椅机前面哦，完全就是可以好好的讲话。1.5公升，大概为3G15 TDP G Power 3缸的涡轮增压的引擎。这具引擎是在 X50跟 X70的 flagship model 上面，它可以得到177匹马力，还有255个牛顿米。透过这个48V 的 mild hybrid 如果它在满电的情况下一踩，引擎加电箱的这个动力它可以产生190匹马力，还有300个牛顿米的扭力啊。对，那一瞬间是蛮不错一下的这里不会看到有什么电箱，它的48V battery是在它的屁股那边。这辆车也配搭着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竞争对手Tiggo A Pro 的话，它是搭载这个2.0公升的Turbo，265匹马力，390个道。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去试驾吧 ，Let's go。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这个 Auto Parking 是怎么操作按一下这个 button。可能它找到这边有这个 button。有这个按下 Start Parking。D。看他讲park进去，很神奇的，我第一次用哎。因为我没有踩 brake他自己踩的然后连那换挡都是自己在换我没有在换我的手在这边我的脚在这边我没有动过看他是否能够好好的把车停进去。好像很厉害耶！哇，它好像可以感应到后面有一个墩，然后结果它就到了，它就马上停了下来，然后放完 parking brake， 放了 parking mode 给我。哇，神奇一下，好吧 ，Let's go 了，我们去试驾了OK， 我们一起跟 SUV SUV run 就一起上云顶其实这辆车一上手其实你会感觉到。其实我驾了这样多波段的新车里面这样子可算是这个隔音最好的、最舒服的一个。OK， 它隔音真是蛮好的，它的胎噪基本上没有听到这样多，除了在可能走120 km/h 的时候呢，会听到莫名这个风声来自于不知道哪里可能是那个 side mirror 太大，弄到它那个风好像在里面乱打这样子。对了，它不是太明显，但是如果你没有开歌的话呢，你就会听到怎么会有一点风声了的就很可惜这个声音。如果再卖到这个价位150-2000左右，这个隔音可能再好一些的话，可能它没有这个风声的话啦，就可能会加分一点。我用这 Eco Mode， 我们用这 Normal 来试一下这辆车就很好奇当他们讲，这个 Hybrid 它其实是一个mild Hybrid， 所以它不像一般的那种 Hybrid 车。好像 Toyota Camry 那种Camry Hybrid Prius Hybrid 在你低速的时候，是不是它是可能用那个electric motor 来推动这辆车，所以它是没有在打着引擎的情况下，它打着引擎的情况下，只有在可能你猛踩油门或者是你在大热天没有电的时候就开始 start 回这样子。这辆车不是推动完全主力还是一个引擎那个 battery 它的 electric 只是来辅助一下。在可能滑行的时候用我演范一下给你们看 ，OK。那现在其实你这样子慢慢顺驾的话，那个油门不用踩很深的，大概18% 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看到，2200转就换牙了，换挡的这个感觉还是蛮丝滑一下，毕竟它是一个双离合的变速箱。OK， 来看我放开油门，你看到它的这个 engine 是关掉了的，你看到 RPM 是0的，你们注意看 RPM 的，它给你滑行的时候。来省油然后如果它在感应到它是在走上斜坡或者是上坡你看它就会 start 回那个 engine， 连接回那个变速箱那些你看我是现在 below 60 km/h 以下的时候呢，我这样子踩刹车，它其实是不会 start 回那个 engine 的，直到我踩回油门的时候，它才会 start 回去。那它的前提就是不要大热天，如果大热天的话，冷气一直在走它其实基本上也很少会关掉那个引擎的。它的 energy recovery 呢，可以看，当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你一松开或者踩刹车，它就会有显示在recovery 多少。这辆车我们有发现到可以看着它的那个电量有多少嘞，它只能显示在下面，就是现在是不是用这电量，它就没有给我看那个电量显示多少了。这个360挺有意思的上帝视角这样子看，你看除了有这样。
普通的，然后还可以让你的车变透明。你看下面这个箭头，它会用前面的 camera 哦，有那个记忆在这边啊。对了，这辆车的手动模式哦，加减，对咯，我一般上都是上下嘛，这辆车是左右的，左边是降档，右边是升档，基本上是比较少用到了哈。我们是在山路的时候才会稍微的用一下哈。需要好像顺驾的时候啊，当我像这样，我就松开油门，放开。那有时候就不会啊，有时候就是要看它的这个 battery 到底是有没有电的。当它这个没有在打着引擎的情况下哦，它基本上滑翔的时候是慢慢的滑过去，它减速不会减得很快。除非就是当它有下坡的时候，当它介入档位，它的 engine start 回去的时候，放开油门的时候，它感觉就好像叫 Tesla 电动车那种感觉，有一点能源回收那种感觉的，蛮明显的。所以你放开油门的时候呢，你不要一下子放得太快，这辆车毕竟还是一个 family car 哈。油耗这辆车是我驾过 Proton 里面新车里面除了 S70之外，这样大型的 SUV 哦，接近1.8吨里面，它算是很省油的一辆了。之前我加 X70、X50 一桶油的话，大概有40多liter、50liter这样子，它才行驶一个300公里左右而已。这辆车可以让我走到10点多 km/liter， 也是算是蛮厉害的啊。我上一桶油啊，我走了接近500 km， 然后我才去添油，而且我添了50liter而已。它是一个10 km/liter 的一个油耗。对我来讲啦，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有时候过了多之后还会重踩油门一下子的。上一桶油呢，我还从云顶下来啦，走了很多地方啦，而且都是在4个人到5个人的情况下做到这么省油，其实有原因的。除了第一个就是刚刚我用的那种滑翔的方式，慢慢加。当然这辆车你一上手的动力，对了，很多人说没有力的，可是它的动力是足够用，没有错，可是它不至于没有力。在这个 SUV 来讲，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你知道吗？因为没有可能你加一个 SUV 好像加到一个 Golf GTI 这样吗？很有那种战斗感。对啦，你要想要买那种车的话，就买 Tiggo A Pro 咯，真的是蛮有战斗力一下哈，随时就是有人动你屁股，你想要跟他踩就踩，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200多匹的车，2.0 turbo。这辆车呢，一上手了之后啊，它让我学会了怎么去舒适的加一个 SUV， 不然的话，之前我拿到那辆 Tiggo A Pro 啊，哇，整个好像真的是加 GTI Pro Max 这样哦，真的很想一直要踩大油门，很有力哈。所以你看它的悬挂啊，其实它的调的偏软的哈，尤其是在后面的方面。这辆车还没有正式推出的时候呢，当 Proton 在做测试哦，他们把那个车的外形啊粘了很多 sticker 的时候，其实我在云顶看过他们了的。一过一个减速带的时候呢，发现它屁股是软到这样子，会沉下去再上回来跳多几下，啊，这个感觉就有如呢加Modify 这样哈，很软的屁股。Proton 其实最软的悬吊设置，新车里面还是这辆是最软的了，现在来讲。所以啊，整个方向盘的这个指向是蛮精准一下的啊，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多的虚位。因为我们通常加关这种 D segment 的人哦，会觉得方向盘会有很多虚位，因为为了调整让它更舒服。这辆车还 OK， 它不会做得太严重。我觉得整辆车哦，它的整个调教，不管是引擎动力跟它的这个底盘，这个悬挂的设置来讲哦，它调到全部刚刚好。因为这辆车它不会给你太有力，因为它要省油嘛，是不是？然后你要再加人嘛，你再加人不可能过弯过得很快的嘛，那他就把这个悬挂做得舒服一点，然后让你家人做得舒服。可是换来的一点就是，当你过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明显的这辆车的屁股那个侧倾是蛮严重一下。那你载着家人的话，过弯不好太快，因为太快的时候，它不会让你会觉得要翻车啦，只是觉得你看到你家人整个那个人的座椅会斜一边去。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好吧？那我们就放到去 Sport Mode， 踩得完。现在是我一个人情况下在加速，其实它的刚刚啊，我一出车那情况下，它的有一股的力量推你出去哦，应该是来自于它的48V EMS battery 了，感觉到会蛮有力一下啊，出车那一块啊，你看我走这样差不多120已经是觉得蛮多了的哈，在这个弯道，因为它的侧倾是比较多的啊。记得这辆车是一个家用车哈，不是 Golf GTI Pro Max 啊。踩到弯，
这辆车还是像 Proton X70这样，而且甚至它的 tuning 还比 X70更加的舒服。所以当你踩完了油门那刹那，你要等一下它的降档，然后德波再来。动力是有给到你一点的，可是基本上你要给的反应就比较难呈现出来给你哦。踩得完，看到吧？要等降档，降了档之后再等德波 kick in。这样子我真的是还没有做过 top speed test， 你知道吗？可能170。我真的是不知道多少，因为这辆车载着家人载着朋友，我没有想要去驾快车的意思。反正今天我一个人驾，我真的是驾得蛮快的。这辆车顺驾的时候，你会利用那个能源回收，或者是利用那个滑行的时候，蛮省油的啊。所以就是当你要滑行，你就是要知道哦，前面的这个几时要做 exit 了，几时要出口了啊，你就可以提早的把油门先松开，然后让它可以滑着去，在没有用这油耗的情况下，踩得完。这里是上斜坡，真的想再看一下它的表现，可以去到多少？这是上坡，诶，不错嘛，1.5德波，很 OK 了，这辆车不错啦，卖险了啦，兄弟。这个刹车还 OK 啦，有信心一下啦，有信心啦。再踩，哇，哦，你看啊，当它刚刚是能源回收，是不是？我在补油的情况下，它的那个加速会更加的快哦，它的反应会比较好，还有一股力量推着你出去的感觉了。好了，那我就换回去 normal mode 加就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的音响哈，记得哦，这是我调过equalizer了的哦，你们刚才有看过了啊，才有这样的表现。誰沒有一些刻骨銘心事？誰能預計後果？誰沒有一些舊恨心魔？一心錯，誰沒有一些得不到的夢？誰人負你負我多？ OK， 誰願意解釋為了什麼OK， 好的。那这辆车的音响，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一点啊。毕竟它是一个152钱的车，我觉得如果它的 speaker 再给好一点，它的竞争对手啊 ，Tigo 它拥有着 Sony 的喇叭。对 ，Sony 喇叭虽然可能在车上很少见，可是它的音响是的确不错的哦，在那辆车。这个时候哦，有时候买车是这样的哦，我们会考虑着。哎呦，多一个10千块不到，我可以买到这样的配置，到底划不划算？其实我可以这样子分啊 ，X90跟 Tigo A Pro 完全就是两个性格的车，根本就是一个是明星，一个是模特儿，两个不同的角色哈。那如果今天你真的很想要买一个偶尔载一下人的这个 SUV， 然后你又需要动力，而且它操控也挺不错的话，而且悬挂是偏硬的话，你就选 Tigo A Pro， 它真的那个悬挂是偏硬的。所以导致它过一个弯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侧倾太大，反正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你感觉到那个车会有稍微那种弹跳这样子，有一点像我们普通车换了 Sport Spring 的感觉啊，所以舒适性会没有那么好。好在就是 Tigo A Pro 就是它的包覆性，它的座椅是蛮软不错的。那如果你想要买一个省油车，然后中间排座椅，中间的座椅就是有2个座位的独立式的，然后设计语言是挺讲究自己的风格的，那这辆车 X90是你想要的一个6人座的 SUV 大型的哈。当然，你可能跟我讲，哎呀，一个人拿150千可以买到 MPV 的 Recon 了啦，Toyota Voxy 啊。可是，哎呀，我觉得驾驶感受还是SUV 会比较好驾嘞，有时候，因为那个是 Torsion Beam， 我们这个是 Multi-Link Roll。Multi-Link 就是不一样，在过弯的时候，你感觉到屁股是蛮稳稳的，稳稳吃米粉啊。这样的这个大型的 SUV 啊，
为了让乘客感觉到舒适性的时候，我们毕竟还是会偷偷去拿这个线，好像我这样，尽量不要让这个车身浮动太大，还有转向幅度也不要太大，不然这坐的人会感觉到很不舒服哦。而且过弯也不可以太快，你过弯太快的话，等下那个乘客又晕了，所以是的，没有错，驾这种车，总结来讲，你不可以当你是驾sedan这样就对了。OK， 那我们现在来到云顶山脚了，我期待把这辆车开上云顶，在我一个人表现会是怎么样？因为那天我已经驾上云顶了，我载着家人一家5口，包括我自己啦。上山其实你不会觉得 underpower 的，你知道吗？它是有力的，可是它可能它的动力到100 km/h 过后就是比较虚了。这样子上山其实2号档、3号档其实蛮够用的哈，还不错的。我们就把车停下来。我的爸爸妈妈蛮喜欢，他说：“哎，儿子啊，我们这个明年啊，过年的时候，你能不能再拿类似这样的车回来驾？我们过年蛮舒服的坐的，这样子的这个座位刚刚好实用啊。” Proton X90，我们冲上云霄了喂！好了，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Goodbye。